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面汉堡，请为大家带来搞笑的美漫《辛普森家》第1季第2集。难得一家人在一起玩游戏，还没开始多久就矛盾百出。辛巴觉得女儿深造个没有的词，在字典找到之后才算作罢。小新倒是真的造了一个，便宣判自己的胜利后就想溜走。辛巴一把抓住了他，要他解释单词的意思。这下好了，大家都完不成了。校长正在管教学生，这时马丁走了过来，说有个小朋友在损坏学校公物，这还得了？校长立刻跟上了马丁。眼见校长来了，林仔忙通知小新，然后4个男孩背着手靠墙站着，仿佛那墙上的涂鸦与他们无关。想要找出干坏事的那小朋友并不困难，只需要看看他们的手就知道了。小新那双红彤彤的手就是铁证。校长让这孩子放学之后去他办公室，接下来是智商测试。马丁走到了小新身边，我想你不会这么没风度要记恨我吧？我只是想抵制破坏学校建筑不正之风，对害自己受惩罚的人。小新暂时没有什么好脸色。这时小爱将卷子发了下来，他说这次检验对成绩没有影响，但会决定他们未来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。这时马丁又有话说，他询问老师小新是不是应该对着窗外，否则还有可能偷看同桌的试卷。小爱一听有道理，立刻让小新照办了。等到一切准备就绪，小爱宣布开始。听见四周笔和纸接触那刷刷的声音，小新有些不安和焦虑，一边读着题目，一边咬着笔杆，没有半点思路。想要让他安静一点，用脑子把题目形象化。形象化得到启示后，小新进入了想象。在同一时刻，另一辆火车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，载着40名乘客从菲尼克斯开往圣达菲，总共有8节车厢，每节车厢乘客数相同。刚开始，小新确实还能算清，可是不断有人上车下车，小新糊涂了。售票员来查票了，小新说没有，就说现在买。然而车票价格也需要他来计算。绝望之中，小新伸出窗户，看到校长正冲着他猖狂的大笑，一不留神，火车就与迎面而来那辆对撞了。剧烈的晃动将小新震出了想象。小爱站在一旁警告他，请他不要惊扰其他同学。马丁在一旁点了点头，说小新不会吵到自己，因为他已经写完了。他问现在是否能去书架看书了。小爱很是高兴，当然可以。于是马丁将试卷放在讲台上后就出去了。他坐的那棵树正对着小新，看着他冥思苦想样子，马丁做起了鬼脸。小新当然不肯示弱，就不断回敬他。小爱发现了，还以为是学校又有狗进来了，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。趁着这时，小新偷走了马丁试卷，改了自己的名字，将自己这份改成马丁，随便写了答案就交了上去。辛爸辛妈又被叫到学校，一路上辛妈都在安抚丈夫，她现在是个好孩子了，但即使再乖的孩子有犯错的时候嘛，需要人好好安慰的嘛。辛爸完全不认同妻子的话，他坏就是被你惯的。见家长来了，校长述说了小新的罪状，今天他在污损学校公物，造成损坏价值75美元。他的言下之意就是让辛爸出这笔钱。就在辛爸决定掏钱的时候，校长又开始絮絮叨叨。这件事本身不需要罚很多钱，但小新不是初犯，而是老油条了。说着要拿出档案，说他频繁逃学，给老师打假条装可怜。辛爸受不了他再继续说下去了，直接给校长签了一张75美元的支票。这时普莱恩大夫刚好来了，校长向辛爸辛妈介绍这位普大夫，说他是本区精神病学家。辛爸不知道校长意欲何为，他说自己早知道小新脑子有问题。普大夫表示自己不是来说这个的，正好与之相反，他带来的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今早进行的智力水平测验，发现小新就是他所寻找的神童。此言一出，在座的人都惊呆了。小新是个小呆瓜，不要说校长不相信，真是辛爸辛妈也不信儿子是个天才。普大夫告诉人们，事实就是如此，小新的智商水平是216。说罢，他要跟小新交谈起来。你讨厌过上学吗？这还用问吗？有没有感觉过失落？向来如此，先生。有没有幻想过离开学校，去寻找自我的独立发展？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？普大夫觉得自己已经了解情况了，他告诉大家，像小新这样的神童，若是按照普通的进度培养，就可能会出现离经叛道。校长有些不放心，觉得应该再测试一遍。普大夫觉得不必，只需要换所学校。这么一听，校长没意见了。普大夫问小新愿不愿意尝试这样的学校，不看成绩，不定规矩，也没有催着上课的铃声，只要你想，功课做多做少都行。小新眼睛都亮了，我去报到。看样子大家都没什么意见。普大夫拿出情况介绍，与他同伴都是9岁神童，即使再难以置信，大家也接受了这个好消息。去天才学校上课第一天，辛爸辛妈极其重视，辛爸也将领带给了儿子，说神童都是要打领带的。小新拒绝，说这是在扼杀他的创造力。辛妈端了营养早餐，希望儿子能够多吃点，但辛爸却觉得是阿克的白麦片才让他变聪明，他将这个递给了女儿，希望他也能多吃一点，也变成个天才。辛爸觉得家里有2个神童的话，小新脑子废了，还能有一个替补。没有理会爸爸的话，在辛小妹看来，无论那个测试结果如何，小新都是一个白痴。要去上学了，辛爸亲自开车送儿子，沿路欣赏了一阵风景之后，父子俩才悠哉悠哉到了学校。小新发现那神童真的是要打领带，于是辛爸就将自己的给了儿子，亲手打好了之后，辛爸还亲吻了儿子额头。突如其来亲昵让父子俩都有些尴尬。还没有等小新再多说
说什么，辛巴就把儿子推了出去。迎接小新的是梅龙老师，梅老师是他的辅导员，他向小新介绍了基本情况，他需要制定自己的规则，要是困了就打个盹，要是无聊了想拿什么书看都行。小新干了一排排的量子力学、柏拉图、莎士比亚全集，最终将目标停留在了一本漫画书上。梅老师一把抢过了这本书，这是怎么混进来的？然后顺手就扔进了垃圾桶。小云将它捡起来，悄悄塞进了裤子里。接着梅老师向他介绍了小组其他成员，这些小孩子一个比一个怪，有擅长回文联的，有喜欢把话倒着说的，唯一好好说话的是个女孩子，她有几只感染病菌的实验仓鼠。梅老师让小新别那么亲热，因为下周这些小家伙就要被解剖了。梅老师简单向同学们介绍了小新之后，就要继续昨天的辩论了。上次结束的时候，小文和小雅讨论的是自由意志是否是一种幻觉。一个男孩说，人类虽然拥有自由，但这种自由却充满了悖论。小文看周围的同学都听得津津有味，他现在是如坐针毡。这时梅老师问谁能举例说明何为悖论，只见一只手齐刷刷的举了起来。若无法律和秩序，人类就没有自由。若想获得和平，就必须时刻准备战争。眼见大家都踊跃发言，但小新却沉默不语。梅老师又点了他的名字，看着大家期待的眼神，小新支支吾吾的说，如果你做了你就完蛋了，如果你不做你就完蛋了。这样的回答让梅老师也沉默了，就当他也是个悖论吧。中午吃饭也没有让小新好过，他刚打开食盒，一个男孩就说，小新，我从我的午饭里拿出相当于木卫8上一个保龄球重量的分量，来交换你午饭里相当于海卫2一根羽毛重量的分量。小新想了一下就答应了，不曾想整块面包都被拿走了，就换来了一颗樱桃。另一个小男孩又来跟他交换，然后就被几滴牛奶拿走了剩下的食物。眼见还要与自己交换的，小新干脆将蛋糕直接拿给他后离开了。通过刚才的试探，神童们已经知道这个小新压根就没那么聪明。家中小新悠哉的看漫画喝饮料，辛巴进来询问儿子今年过得如何。般般一就是一般般倒过来说。辛巴又看了看儿子的书，见是漫画书，倒也没有生气，还说儿子是为了避免刺激到他。辛巴说，为了庆祝他在天才学校上学第一天，决定大家出去吃巧克力奶昔。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泡汤了。辛妈说她很内疚没有培养儿子的智力，所以她买了今晚去看歌剧的票。晚上8点，一家人穿戴整整齐齐来到剧院观看卡门。隔着开场的音乐，小新开始胡乱往里填歌词，填到也就罢了，偏偏是粗俗不堪的。辛妈竭力想要阻止，但辛爸却觉得应该多鼓励儿子。父子俩对歌剧都很不感冒，整个过程都在搞怪。这头大肥猪是谁？臭不可闻，这什么时候才完啊？他们的动静引起了马丁一家的注意，那边都是些什么人啊？辛妈也管不了家里人，只得遮住脸，稍稍存些颜面。最后父子俩也没能坚持到结束。辛爸表示要去买汉堡了。第二天，梅老师在教微积分，小杨爹那些算式像看天书一样，虽然梅老师讲了一遍，但这些知识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。小新回到了原来的学校，看着朋友们在玩游戏，他很高兴过去打招呼，但他们却不想要见他。一边去，小科学家，滚吧，教授。回到家后，小新食不知味，辛妈兴奋地说，快走吧，电影要开始了。辛爸向儿子解释，你妈妈给我们买了票去看一部巨无聊的电影。见儿子情绪异常低落，辛爸就说不想去又不去看了。小新叫住了爸爸，说有事要说，但辛爸指了指外边，天快黑了，待会儿再说吧。辛爸带儿子在庭院打球，一人一街，父子俩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。结束之后，辛爸问他想说些什么事，小新说已经没事了。今天学校要做实验，只见小新将2个试管的液体混合，然后学校就炸了。小新被带到了普大夫面前，普大夫很和蔼，说没人怪他，但他们很困扰，为什么智商216小男孩竟然连一个简单的实验都做不好？他询问小新是不是嫌那个班的进度太慢了。小新说不是这样的，他想要回到原来的学校。普大夫想要一个理由，于是小新说自己可以假装是一个普通的笨小孩，然后去研究他们以及彼此间的行为。普大夫了然，原来是去做实验。他觉得小新的想法很棒，就让他写个方案出来，也就是研究计划的大纲。说罢，普大夫就去找校长商量去了。小新写着我要假装我是一个普通的笨小孩，但后来他自己也编不下去了，干脆翻过纸的背面，写起检讨书。我是一个普通的笨小孩，我在智力水平检测上作弊。商讨完毕，普大夫走了进来，看小新检讨书后，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你知不知道你把检讨2个字都写错了？恢复成笨小孩后，小新回到家中，大家看他满身是绿，都问他怎么了，得知是化学实验弄的。辛爸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需要用松解油洗一洗。给儿子洗澡的时候，辛爸安慰他没事的，我打赌爱因斯坦也是把自己弄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才最终发明了电灯泡。此时小新已经不能再隐瞒了，他说自己不是一个天才，而在测验上做了弊，但这几周他真的过得很愉快，也很喜欢那些他们在一起的时光。他还说爸爸教会了自己很多道理，自己很爱他。然而这些话并不能抑制辛巴的愤怒，辛巴一路追着小新到了卧室外，然后被关在了外面。小新又悠哉躺在床上看漫画喝饮料了，他现在无论老爸说什么都不会再开门了。明明是同一个人，但被冠以了天才的名头，仿佛那些荒唐的事都变得合理起来。小
小新的一次报复，将自己从傻瓜逆袭到了天才。因为这个身份，他曾经做过的那些坏事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。调皮是因为智商超群，不愿学习；公共场合搞怪也是富有想象力的体现。就连平时忽视孩子的辛巴，在小新的面前也变成了一个好父亲。在傻瓜和天才之间，众人都成为了变色龙。但那些荒唐的事本不应该因小新是谁而改变性质，而辛巴本就应该当一个好父亲，并不是只有优秀的孩子才配得到父母的爱，而是因为父母的爱，孩子才能变得更加的优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